走過太多戰役，野鳥正浪在叫晚風轉色。王者的戰績，稱霸只差單隻，感性地全部豁出變無敵。還像顏色，這世界是我天生擁有的。猛風笑冷戰更冷，我在和你，在處心在角力。成敗也相差一線，雷電又再閃三箭，從未見執起弓箭，還在笑才發現驚天的變遷。你真是我额娘，你没有死啊！聂兄弟，只要计划周详，我们仍然胜券在握。福全表面上像是在帮哀家，没把事实真相禀告皇上。究竟他有什么居心？皇上愿立你为后，我生不如死。太妃娘娘，你看清楚，我是二阿哥福全。二阿哥，千真万确。对，你是福全，皇上呢？是啊，福全就是当今皇上。祸从口出，请玉亲王小心慎言。别刺激太妃，暂时顺她意思，免得她伤害自己。皇上，你身边这个女人是谁？我是曼君呢。福全是皇上，曼君就是皇后，而你当然是太后了。皇后，还不叫太后放下手中的金钗？太后，你先放下手上的金钗，听曼君的话，放下手上的金钗啊。太后，你看，你记不记得我小时候，你教福全做手影戏？是啊，是哀家教的。你最喜欢的，就是蝴蝶飞舞。是啊，但是怎么就一只蝴蝶这么孤单？哀家要两只蝴蝶双双对对，在空中飞舞。啊，皇后，你也一起做，我以前教过你的。皇上，怎么你的皇后不听你话？我都说要两只蝴不蝶了。要不要不要！皇后，快来做，来，一起做。是啊，真是两只蝴蝶双双对对，就像哀家跟顺治爷一样。是啊，真的很像啊。嗯，对不起，之前委屈了你。不要紧。王爷，桂纶，你怎么来了？王爷，当然不希望桂纶在这儿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在太妃面前，不得无礼。王爷跟桂纶讲理，请问王爷，你和皇贵妃在这里大模私样、卿卿我我，又成何体统啊？桂纶，我看你误会了。我没误会，我亲眼所见，还有误会。之前你们两个已经暗中眉来眼去，情意绵绵，如今公然在宫中调情，知不知道被人看见？你该当何罪？不要再胡说八道！我们之前只是想救太妃娘娘，还有，皇贵妃即将成为皇后，你说话要知分寸。哼，桂纶以为是王爷不记得了，她快成为皇后，是一国之母，是皇上的女人。如今你们做出这种事，是大逆不道，有悖伦常，是死罪。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害死王爷？你快支持！你再对皇贵妃无礼，别怪本王对你不客气。桂纶没错，我才是你的福晋。难道你心里根本没有我，只有这个皇上的女人？你还说？
皇上，这个女人又是谁呀？竟敢顶撞您，把她打入冷宫。哎呦，夫权，哎呀，岳父大人，你不是说再过数天才会回京城吗？老夫因为挂念桂纶和宝泰，所以快马加鞭，日夜兼程赶回来。女儿也希望快点见到阿玛。岳父大人，最近身体好吗？最近已经好了很多。之前在关外感染风寒，气喘这个老毛病又在发作。人老了，一有什么病痛，就很想见自己的亲人，尤其是宝泰呀。自从他出生之后，还是第一次见面，终于一家人团聚，真是难能可贵。是的，不过最主要的是岳父大人身体健康。为父年事已高，老毛病又时好时坏，身子也每况愈下，总有一天要退下来。老夫虽然没有儿子，但是有你这个好女婿，将来自会启奏皇上，由你接替老夫掌管正红旗，担任旗主。如今皇上已经非常器重王爷，王爷既要统领侍卫营，又要在南书房行走，陪伴皇上处理政务，只怕兼顾太多了。况且王爷没有行军打仗的经验，恐怕不太适合担任旗主。桂纶，你们二人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桂纶，阿玛是铁帽子王，要是有人敢欺负你，一定要告诉阿玛。女儿没事，宝太累了，我先带她回房休息一下。阿玛，你好好休息。夫权，你现在可以跟我说实话。桂纶一向对你恩爱有加，为什么刚才他会说那些话？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惹他生气啊？请岳父大人放心，夫妻之间争吵两句没有大问题。老夫只有一个女儿，不想看见她不开心。要是你做出一些对不起桂纶的事，就算你是王爷，本王也不会放过你。夫权绝不会辜负桂纶。王爷呢？福晋，王爷已经离开了。你不早得跟我说？刚才王爷只是说要进宫办事，今晚留在宫中，不会回府，就匆匆忙忙走了。奴婢现在才有机会禀告福晋。他刚回府没多久，这么快有进宫办事？奴婢还看见安荣鬼鬼祟祟的带了王爷的马头琴出去。桂纶，表哥，我特地来看宝泰，下人说你在书房，就来看你。他们说舅舅回来了，正好我今晚又不用当班，王爷也没有公务在身，所以想和舅舅畅饮一番。王爷没公务在身？是啊。什么事？王爷说要进宫办事，今晚不会回府。王爷是不是撒谎？王爷是不是根本没进宫办事？表哥，你是不是知道内情啊？事关重大，我先走一步，前去打探一下。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很快回来找你。
月明，珠有泪。南天日暖玉生烟，此情可待成追忆。只是当时已惘然。本王和你两情相悦，无奈相逢恨晚。你要进宫为妃，我无奈接受。本来以为缘尽今生，但是没想到宫中又再度相逢。不知不觉的，本王被迫再牵起旧情，直到我错手打了桂纶。他很委屈地看着本王，在那一刻我才知道，最爱的已经不是满军，而是那个一直在我身边、对我不离不弃的桂纶。我真的很后悔，伤害了桂纶。百世修来同船渡，我辜负了好妻子，是我不对。这个马头琴伴随本王多年，不离不弃。但是我今天才知道，若此情不悔，难保我夫妻情谊。满军，从今以后，本王心如此情，不会再有你。桂纶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对不起，本王不应该打你。我当时心里真的很乱，我做错了。行了，桂纶刚才听到了，此马头琴隔绝我们夫妻情谊，如今已经烧毁。难道我还不明白你的心意吗？前尘往事如烟逝，桂纶不会再怪王爷。希望从此以后，我们夫妻可以同姓，还有宝泰，以后一家人可以开开心心，毫无芥蒂。没错，以后一家人开开心心，全无芥蒂。很冷，我们回府。难得觉远大师重临法海寺，聂某正好有一事想向大师求证。阿弥陀佛。在顺治17年9月初8，当时当今太皇太后曾经带一众妃子和贝子格格来法海寺祈福，不知大师是否仍然记得此事？都25年前的事了。当年老衲恭迎圣驾光临，太后曾到大殿参拜佛祖。不知大师可否记得，当时有一位妃子和她的格格走失了。虽然妃子后来被寻回，但是该名格格至今仍然下落不明。这件事老衲也略有所闻，因为御前侍卫曾经来查问过，他还嘱咐老衲不要把这件事泄露。那大师记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发生过任何事，不论大小？老衲想起一件事，当年偏殿的佛像残旧，需要重修。后来得到一位善长的捐献，为佛像打造金身。金身择机开光那天，正是9月初8。这位善长也来了寺院，但是他在别院休息。他说不想打扰太皇太后。至于他的芳名呢，老衲不得而知。但是所有善信的姓名，寺院不是都应该有记录吗？所有善信的芳名呢，都详细记录在香油册。当年那名善信是以莫西堂的名义捐赠了1万两。莫西堂，什么名堂这么怪？当然怪了。你看墨迹，这个耳刀边跟下面这4点，跟原本的墨迹完全不同，很明显是后加上去的。
对呀，那原名就是白喜堂，难道是大神让的白喜堂？这本是法海寺的香油册。顺治17年9月初8，莫西堂捐赠了1万两。卓老板，有没有听过莫西堂？没有，我没听过。好，那你再看看莫西堂莫西这2个字，百字旁边的耳刀，喜字下面那4点，墨迹完全不一样，很明显是有人后来加上去的。卓老板，我的猜测合不合理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知道的。啊，原来卓老板果然写的一手好字啊！卓树堂木手敬书，也就是对联上全都是你的字迹了。百字和喜字和香油册上面的莫西的百和喜字迹完全一样。也就是说，当年捐赠1万两银子的人是你，之后修改香油册的人也是你。我有没有猜错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如果你有证据，就马上抓我；如果没有，请你们马上走。我们怀疑你收藏了恩泽，卓老板，其实我们只不过是胡乱猜测的，已经打扰你很久了，在下先行告辞。走。那个卓老板明明就是在撒谎，有心隐瞒。我们分头行事，你们3个给我留在这儿监视卓树堂。总之，他去哪里，跟去哪里。是，大人。你急着约我来，到底什么事啊？我有件事想问清楚你。你曾经跟我说过，卓老板是你养父。嗯。他也跟你说过，你的亲生爹娘在一次沉船意外中死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。怎么你今天问这么奇怪的问题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。侍卫营最近在访查和太妃娘娘失踪多年端敏格格的下落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实不相瞒，我怀疑你就是端敏格格。我是格格。聂大人啊，如果你今天叫我出来是戏弄我呢，那不好意思了。师培，我的样子像戏弄你吗？你在说真的？但是格格怎么会流落民间呢？还要被我爹找到，而且那么多年来，宫中也没人理会这件事，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调查呢？其实宫中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件事。25年前，太妃娘娘去法海寺祈福，一不小心把当时还是婴儿的格格遗失了。太妃娘娘很自责，结果变得疯疯癫癫。原来上次那个疯妇就是太妃娘娘。找到太妃娘娘之后，我们才知道原来端敏格格仍然活着。还有，出事当天，我查到你爹也有去过法海寺，接着他就收养了你。寺院每天有那么多人进出，又何止我爹一个呢？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是他？因为他刻意隐瞒真相，所以我更加怀疑。这也不表示我是格格，所以我才要查个清楚嘛。你打算把这件事上报朝廷？虽然我不是我爹亲生的，但是他对我的养育之恩，我绝不会忘记。我不管是真是假，我都绝对不会离开我爹。爹。
爹在那儿干什么？卓树堂，不要啊！让开！不要！爹，你没事？不要啊！爹，不要！不要！爹。端敏格格，聂多宝，聂大人，我求求你别把这个秘密说出去。很抱歉，职责所在。只要你替我保守这个秘密的话，你要多少银子我都可以给你，甚至你要我的白喜堂我都可以给你。我只求你，别把我跟子莹拆散就行了。我们父女不能骨肉分离呀！别这样啊，爹，你别这样啊！子宁，是爹对不起你。如果我知道你是格格的话，我就不会犯下今天这个弥天大罪呀！爹，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不是的，爹，你告诉我，我不是格格，爹。当年我在法海寺发现你的时候，我看见你身上的衣物手工精致，我就知道你的身份非富则贵。但是我真的想不到你就是大清的格格，直到聂多宝来找我，我才知道的。就算你消灭了证据，你以为这样就没人可以证明子宁的身份了吗？而且你现在欺骗朝廷，这是死罪啊！我知道纸里是包不住火的，只要你替我保守这个秘密，只要你不说出去的话，没人知道的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呀！卓大叔，你明知道不可能，我也不想。求求你呀，聂大人！多宝，我不要进宫当什么格格，我更加不要离开我爹。我求求你帮帮我们吧！我求求你呀，聂大人！你们别这样哈，你们快起来！卓树堂，聂大人，那是什么？你别管，跟我回侍卫营。您到底想怎么样？什么时候放我出去啊？你暂时还不能离开。那我爹呢？你们怎么对他？你放心吧，你爹没事。只要证明你不是端敏格格，他们就会放你走。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我不是端敏格格。哎，还不参见玉亲王？民女参见玉亲王。你就是子宁姑娘。如果你是端敏，就是本王的皇妹。民女不敢高攀。何出此言？民女本来就是孤女，当年多亏爹收养，一直相依为命，情同亲骨肉。我不想为了这件事，让爹遭受任何皮肉之苦。你放心，在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，本王答应你，不会伤害卓书堂。但是，我真的不是格格。事关重大，是真是假，本王必须验明，再禀告皇上。希望你明白。这双虎头鞋是我做的，我绣错一个字，端敏的端字还缺了一横。是啊，是端敏的，是端敏的。皇额娘，上面端敏的端字的确少一横，这双鞋应该是真的。难道端敏真的命大福大，尚在人间？皇额娘。皇额娘，你记不记得当年你抱了端敏去哪里？法海寺的井啊，端敏哭得很厉害，我觉得很烦。但是之后回来就没看见他了，端敏一定很恨我，是端敏的魂魄回来找我。是啊，一定是啊。额娘，你冷静一点，端敏没有死，她现在尚在人间。端敏没死，看来民女卓子宁的确是端敏格格。皇上，
单凭这些婴儿衣物，这个民女未必是端敏。如果有人拿着端敏的衣物来冒充格格，同样可以瞒骗皇上。皇祖母所言甚是，单凭物证不足为据，必须验明正身，方可作事。傅太医，奴才在。立刻滴血认亲。遵旨。现在奴才把太妃娘娘的血和民女卓子宁的血放进玉杯之中。若是两人的血在水中混合，就是有血缘关系。多宝，恭迎端敏格格进宫面圣。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你和聂德宝上次救走那个疯妇，经我打探得来的消息，原来她就是顺治皇帝的妃子秀妃。25年前，我无意中在法海寺的井下救起一个女婴。当时我看女婴身上的衣物，就知道她非富则贵。你娘见了她之后，就很喜欢，把她当成自己所生的来抚养。但是很可惜，3个月后的一场大病，这个女婴就死了。你娘很伤心。之后，我们机缘巧合再遇到你，你娘就认定这是上天给她的补偿。就这样，你成为了我们的女儿。而这个女婴的衣物，我一直收藏至今。原来一切都是天意。这个女婴应该就是秀妃所生的亲生女儿端敏格格。当年就是她遗弃在那个井里。子宁，爹有个想法。爹要我冒充格格，混进宫中，但是单凭婴儿的衣物，未必有人相信。要骗到他们，当然没那么容易。我会以退为进，首先要让侍卫营的人相信我曾经去过法海寺，然后我在那本香油册上故意把白喜堂改成为莫西堂，然后我就再装成故意隐瞒你格格的身份，意图毁灭证据。那么侍卫营的人就会认定我是故意不想让朝廷找到你，他们就不会怀疑我别有用心。但是万一要验明正身，我始终是冒充的。验明正身不碍事滴血认亲，这方面你大可以放心。你忘记了，我早就已经收买了傅太医吗？我们会暗中帮你过关，我们会提早把你的血交给傅太医，然后再和秀妃的血调包，这样就可以瞒骗满洲皇帝。接着，你就会名正言顺，用格格的身份混进宫中。格格吉祥，格格即将面圣，格格初来乍到，不清楚宫中的规矩，皇上和太皇太后都会体谅。规矩可以慢慢学习，但是面圣的礼节一定要遵守。请格格记住，看到皇上要行礼，说一声“皇上吉祥”。
皇上吉祥。子宁，这次你深入虎穴，虽然凶险万分，但是只要成功接近满洲皇帝，就有机会行刺他。大子皇帝一死，天下大乱，就是我们反清复明的大好机会。你要记住，一定要把自己当成真正的端敏格格，不可以露出破绽。传端敏格格觐见。皇上吉祥，太皇太后吉祥，太妃娘娘吉祥，裕亲王吉祥，恭亲王吉祥。平身。谢皇上。端敏，你这么认得皇额娘？皇额娘。端敏，你还恨皇额娘？太妃娘娘，端敏和太妃多年不见，一时不习惯。没错，你是她的皇额娘，她怎么会恨你呢？端敏，我是你的亲阿哥，你没恨皇额娘吧？端敏，没想过自己是格格，一时不太习惯。端敏怎么会怪额娘呢？太好了，端敏，你不怪额娘，让额娘摸摸你。啊，本宫在哪里见过你呢？今天太妃娘娘和端敏格格可以重聚，实在可喜可贺。端敏格格终于回到宫中，认祖归宗。朕明白端敏格格流落民间多年，一时难以适应。朕安排格格和太妃同住永和宫。谢皇上。端敏，以后一有时间，我就会来看你。皇上，来日方长，太妃和端敏格格很容易熟络的。端敏格格，过来让皇祖母看清楚。遵命。不要慌张，果然眉清目秀，大方得体。太妃真的跟先帝生了一个很标致的格格啊！皇祖母只是关心端敏，皇额娘不用担心。端敏，以后你就是我们大清的格格，宫外的事就与你无关了。你要留在宫中安分守己的当你的端敏格格，皇祖母就安心了。端敏明白。当年端敏格格意外失踪，幸得善心相救，经多年追寻，今天终于认祖归宗。皇上，端敏恳请皇上念在养父卓树堂养育多年，饶恕他当年欺君之罪。朕明白，不知者不罪。卓树堂救了格格，朕不但不会怪罪于他，还要赏他黄金1000两。谢皇上。端敏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端敏明白宫中规矩，以后恐怕不能轻易出宫，所以求皇上恩准端敏回大石栏一次，跟养父和亲友作别。端敏哥哥果然孝义，朕准你所求。朕突然间有一个想法，朕一直都很想了解民情，碍于国事缠身，不能到民间视察民情。端敏格格在民间生活多年，正是朕和百姓之间的最佳桥梁。朕恩准端敏格格从此以后自由进出宫中，除了可以见你的民间养父之外，还要替朕了解民情，下情上达。谢皇上。让开！原来格格是白喜堂的子宁姑娘，她还回大石栏干什么？朱老板捡了个皇帝女儿啊！让开！让开！多宝哥，哇，多宝哥带队也真的很威风啊！多宝哥现在啊是1等侍卫，你以为还是以前长满楼的大少爷？是啊，轿子里一定是子宁了。哇，像格格出巡似的。你失心疯啊！子宁现在是货真价实的格格。多宝哥，多宝哥，多宝哥，多宝哥！别来了！多宝进来护送格格，要是他分了心，出了什么事就不好了。让开！多宝，多宝，让开！小心身体啊！让开！哎呀，原来子宁啊是格格啊，真想不到啊！要是我坐在轿子里，我也上格格了。你哪有这么好命当格格？哎呀，子宁姑娘当了格格，那么多宝有机会当骏马了哦。哎
哎呀，你别这么大想头了。之前称得上门当户对，现在子宁是主子，儿子只是个奴才，提都不要再提了，随时有杀身之祸的。就是啊，表哥跟格格身份悬殊，他们根本就不可能。表哥，你好威风啊！哇，小姐，你这身打扮真的很漂亮。满洲鞑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希望你记得，你是在做大事，而不是一个格格。我当然记得。翠玉姑娘，子宁为了我们身陷险境，我对她绝对信任。外面人多，以免隔墙有耳，小心说话。来，在宫中有没有人怀疑你？暂时没有，但是宫中的人真的要小心提防，尤其是那个太皇太后。这个老太婆经历3朝皇帝，依然可以左右朝政。当然，我们在虚云寺行刺不遂，她怀疑你是在所难免。你以后一定要加倍小心。女儿明白。卓德主担心你一人应付不了，还安排了人进宫照应小姐。对，因为你不懂得武功，所以我们安插了翠玉姑娘在宫中做你的保镖。只要你回去跟够皇帝说，你说不习惯宫女服侍你，想有个自己的贴身丫鬟。你说翠玉姑娘是你民间的堂妹，如果有她在宫中照顾，我才放心。停轿。不知格格停轿所谓何事？本格格想在这里歇会儿。启禀格格，奴才是奉命护送格格安全回宫，中途停轿，恐防会有意外，还是烦请格格返回轿中。本格格只想稍事休息，不会耽误聂侍卫很多时间。有什么闪失，本格格自会承担。你们留在这里，有聂侍卫跟随我就行了。奴才遵命。我真的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离开大石栏，离开白喜堂，和我爹。格格今天已经是千金之躯，很多事都不能再同日而语。我们以前不是这么拘谨的，你这样我会觉得很不自在。现在我们周围又没有人，不如我们还像以前一样。奴才岂敢高攀？你不要老说奴才了，好不好？那奴才的确是奴才。都说不要再说奴才了。我可以选择呢，我宁愿做回以前的子宁。起码，子宁会珍惜这份情谊。除非赵子龙的情谊是假的。赵子龙的情谊是真的，我也希望是赵子龙，不过现实中不可能做到。正如今天的聂多宝已经不同当日，而今天的子宁姑娘也已经今非昔比。格格，时候不早了，起驾回宫吧。那好吧，但是总有一天，我们会做回以前的子宁和聂多宝。启禀皇上，聂多宝觐见。奴才聂多宝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聂多宝，你寻回端敏格格有功，朕要好好赏你。你说，你要什么赏赐？回皇上，奴才不想要赏赐。奴才斗胆，奴才想留在皇上身边，效犬马之劳。哼哼，荣若，这个聂多宝似乎想学你留在朕身边为朕办事。聂多宝是侍卫营的1等良才，机智勇敢，身手不凡，有他辅助皇上，绝对是如虎添翼。皇上，聂多宝屡建奇功，留在皇上身边听候差遣最适合了，请皇上恩准。好，荣若，你以后多个好帮手，
倪多宝，朕就批准你行走南书房，留在朕身边为朕办事。谢皇上。启禀皇上，南兰明珠大人有急事求见。传。这。奴才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明珠，你急着要见朕，所谓何事？回皇上，步兵统领衙门发生大事，九门提督于成龙上报总兵萨朗木奸杀民女，现正将他收监，刻日处斩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回皇上，于成龙曾经上奏朝廷，指控萨朗木私吞山西赈灾官银，可惜证据不足，最后不了了之，两人从此结怨。皇上，于成龙这次要将萨朗木治罪，萨朗木却高声呼冤，说是于成龙栽赃嫁祸。奴才暗中查探过，于成龙指控萨朗木之罪证确有可疑之处，似乎另有内情。若因此就将萨朗木问斩，恐成冤案。于亲王，朕想听听你的意见。皇上，微臣也认为事有蹊跷。于成龙出了名为官清廉，更有于铁胆之美誉，绝对不像冤枉朝廷命官。于亲王，虽然于成龙素有清誉，但是案件确有可疑，不排除有人公报私仇。皇上，于成龙身为九门提督，统领3万禁军，肩负京畿守卫的重任。纳兰大人的指控非同小可，当中有任何闪失，有损京畿安稳。就因为他是九门提督，身份绝非等闲，更加不能知法犯法。若是他加害朝臣，一定要将他严办。两位卿家稍安勿躁，此案如何具结，朕自有分寸。雲起天變色，走過太多戰役，夜照正濃在叫晚風轉色。王者的戰績，稱霸只差單隻，任性地全部豁出變無敵。還像顏色，這世界是我天生擁有的。猛風笑冷戰更冷，我在和你。在處心在角力，成敗也相差一線，雷電又再閃三次，從未見執起弓箭，還在笑，才發現驚天的變遷。